那后来你们不上学了，去干嘛？串联？我串联我没有资格，我还小了一点。舅舅他们，舅舅五舅舅去串联了。那个时候串联2块钱，他在外面去串了1个多月回来。还有我认的那个人，我跟你讲，你等一下，2块钱怎么串1个月啊？吃饭不要钱，坐车不要钱，睡觉不要钱，那不就行了嘞？吃饭去哪里吃啊？有接待站啊，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人，我们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所以各个接待站都要接待。后来可能还是受不了了，提倡谁受不了了？国家受不了了，后来讲不要坐车，你们要步行，学习长征2万5，慢慢步行去串联吧。那串联是串什么联啊？串联就是互相联系呗。你们那里革命的火还没烧起来，我们要把革命的火种送给你，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客人，对吧？所以就坐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睡觉不要钱，当然就是那个。但是那些学校嘛，那些教授存出来，那你这种学生听上去不是兴奋不惨了，又不用上课了，天天出去玩。对。那学生不是高兴？都去了噻。你看那个我讲的当中，14岁一个人跟3个人一起出来，后来大的把他丢了，自己跑了，他一个人到上海，14岁跑了杨树浦，这是我们也跑到杨树浦车站去看，还跑了鲁迅公园去看，跑了人民广场、人民公园去看。他想那个当时看的就是这个样子，你知道吗？那14岁，那这么10来岁的小孩出去，大人不担心生命安全吗？因为家里人都是这么走出去了，都出去串联去了。那你比方说女学生不单是女的出去少也有，那不怕人贩子吗？不怕拐卖吗？那个时候好像人贩子没有看到什么。那个时候谁敢惹红卫兵啊？你开玩笑啊？哪个敢惹？但是还是会有，就是那个肯定是会有。什么叫有？那个是乡间无将汉，县衙都要恶犯。那肯定哪个时期都有那些坏人坏事要发生，是吧？但是那个时候我们讲的话只能讲那个比例了，是吧？比例的大小。那个时候我们都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我们是来送革命的火种，发动我大革命的。你还敢？谁敢欺负红卫兵？只有你们欺负别人的。我没有，我们都轮不上，我们哪有资格去欺负人家？不欺负我们就烧高香了。谢谢一泽的。你看他那个什么，你看他那个什么，毛主席当时是8次接见红卫兵，1次接见这是100万人，你开玩笑哦，都是到，然后被毛主席接见了以后，然后就到全国各地去把这个火种带着去，就像我们唱台湾同胞一样。什么歌？我等一下，我站在海岸上，把祖国的台湾省遥望，日月潭碧波在我心中荡漾，阿里山的林涛在耳边回响。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我们日日夜夜把你盼望。就是革命洪流不可阻挡，台湾同胞和我们必将和我们朝着一个方向。怎么唱来着？就是台湾同胞必将和我们朝着一个方向，解放台湾，统一祖国，让那太阳的光辉照耀在台湾岛上。你都还会唱哦？我怎么不会唱了？那个时候我们又没有什么东西，我们那点年少的时候应该学知识的时候全会唱那些了全会唱了。什么毛主席语录的再版前言啦，背呀，老3篇啦，毛主席都是这样讲，要把太阳的光辉要照耀在台湾岛上。还有非洲啊？不是还有非洲吗？非洲那个很远一些，非洲那个时候说是这样的。那个时候我们音乐课教我们唱的那个叫什么？我是一个黑孩子，我的祖国的黑非洲，黑非洲，黑非洲，黑夜沉沉不到头，西方来的老爷们骑在我们的脖子上，这帮去了那帮来，强盗瓜分了黑非洲强盗瓜分了黑非洲。这强盗是谁呀？西方来的老爷们，是他们，晓得吧？是我们学的那个时候，就像以前我们最开始唱的台湾岛，就是什么？你把它中过来，你不要离得太远，你把它那个凳子往前面移嘛，你就靠着它。就像我们唱的《我爱我的台湾岛》，后来是我们也一定要解放台湾，让太阳的光辉照耀在台湾岛上。以前我们唱的是
我爱我的台湾岛，台湾是我家乡。过去的日子不自由，如今更苦愁。我们要回到祖国的怀抱，兄弟们呐、姐妹们呐、这个就是也是我们以前那个唱的歌那个。我们现在也唱，现在也是也唱兄弟们的，确实想回到祖国的怀抱啊。现在我们就我认识很多台湾朋友，他们都是这么想的。哎，不管是武统也好，是不，我讲怎么样的哈，我们都想回到祖国的怀抱哈。这个和平，就是啊，就是我们要回到祖国的怀抱，怎么样？因为国民党太腐在外，就是民进党也就是要让太阳的光辉照耀在台湾岛上。革命洪流不可阻挡，确实啊！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让那太阳的光辉照耀在台湾岛上。这是72年流行的歌啊。那后来，那你为什么没有下乡呢？我因为出身不好，我下乡没有机会，没有那个指望。出身不好还不能下乡啊？没有，我没有资格回城，调不回来，所以我选择了不下乡，搬了病残，不好意思。病残是什么？就是有病有残疾不能下农村，就像你爸跟你那个叔叔一样，两个人一个办了选留。什么叫选留？就是2选1，两个人下去一个留。说因为我爸爸是2兄弟，所以2选1。那是后面的，开头都是办的那个病残，好了，后来你爸参加高考嘛，就不能让他参加高考，理由就是叫你上山下乡，你说你有病啊，你去不了，你眼睛近视你看不了。现在高考可以了，你眼睛就没事了哈，你就可以要去看书，你的眼睛就好了，就不近视了哈。不给你搞了，最后才拿到准考证，你看了没有？你怎么突然文绉绉了？你刚才不是那个梗？但是我爸爸确实是高度近视啊，他还遗传了我耶。是啊，又不是作假的。要800度才免下农村，他600度只能够是缓走。所以呢，你下农村，你说你近视眼，你可能晚上看不见，因为农村没有路灯。那么你要看书的话，你要高考，你要看书，那你有看得见呐？你就是逃避上山下乡。所以不给你准考证，不给你发准考证。据说是高度近视要遗传的，对不对？要有一定要。600度也不低了，是吧？是啊。但是800度就可以不去，600度可以800度是慢免走，800度是免走，也就是免下乡免。那他们下乡的去了哪里了？就是你们几个有那个有没有啊？他都有学校啊。学校都跟你划了片了，给你安排了地方嘛，你到哪里去？好，学校没有了嘛，就单位给你划分嘛。单位没有，就是要是你是无业人员，那么就有街道给你划分嘛，你到哪里去？安排你到哪里去？安排到哪里去哪里去？可以选吗？可以选，你可以挂钩。什么叫挂钩？就是说你本来在这里哈，但是你要想，比如说你在重庆，你想到近一点长寿啊那些地方去，你要在长寿有亲戚有关系，你就挂钩到那里去，或者让你这里去落户，就是这个样子。那下乡干嘛呢？就当农民嘛，干活吧。那农民，我最记得我们那个邻居，我们叫她黑妹吧。就不叫她的名字吧，叫黑妹，叫黑妹牙膏那黑妹。哎，小时候就喊她黑妹儿，好吗？好。她好像在万县吧，那个地方去面去啊。万州啊，现在。哎，好，以前还要往里面走的山卡里面，他那个里面，他们那个以前那个农村都是凭工分制，大家一起劳动为凭工制。男的呢，就计分吧，工分制嘛。好，男的呢。就可以算全劳动力可以评到10分，或者女的呢最多评到8分。哦，好，他们的一个劳动制的价值几何呢？他的那里8分就是8分钱，一般的话8分钱也很低了，他气得不得了。你说这是说非苦啊，也就是说你劳动一天就只有8分钱。8分钱的购买力是多少？ 8分钱可以买到不到1斤米，那个时候米是1毛4分2。
8分钱可以买不到1斤的米。哎，就是这个样子谢谢 Q，它就是那个样子。比如想那个时候下乡的话，有3、4毛的那些，就算是很不错的那个，就是1个公分，哎，就算是富有的农村，哎，就算是很富庶了，这是很好的。一般的都是有2、3毛。因为姓唐的下乡是他妈卖了血，拿了钱给他，他妈他们家也好穷，卖了血，他妈去卖了血给了他钱，他下乡去。那下乡他那个钱能卖东西吗？当然，他不会被去抢走啊人民币啊，没有，他们3个人在一起，他没有，终于他还是回来了，他还是第一批回来了，他做了假。这做什么假？他妈加了那个后面的人是个工人，他就不填成分，他就直接填工人了。那个时候也不用卖掉一下，填了工人。他一看到那个书记拿了那个招工表，那个表不是他的，他想我拿来看看，他一拿了他就揣兜里走。哎，他就不吭声，拿了，就完了，就是这样，完了记了。我讲的就是历史性的转折，人生转折点，里程碑。其实那时候还是要看点运气啊。回城运气回城头运气都是很小，主要还是靠关系。第一呢，比如说你的父母在单位上混得比较好，你们单位要下去招工就可以点招，就直接点他了啊，就招工了他。如果没有他那些下乡的话，有很多那些下乡招工的是很多单位去招的话，不是招工应该是去学校招，为什么去乡下招啊？都是在乡下去招知青回城，只有到了7、8年，好才是那个大返程开始了，就回来。那舅舅他们都是提前回来的吗？还是他们是4舅舅是72年回来的，5舅舅还要回得晚，他们也调不出来，没人调他，他也没有单位，最后办了病残回来。他是什么病残吗？高度近视。高度近视，人均高度近视，是不是在下面努力学习哦？那他们那个在乡下还可以读书吗？煤油灯，秋，煤油灯，你怎么没有灯啊？只有煤油灯。哦，煤油灯不是煤油灯哈。哎，煤油灯就那么点小，一个灯得挑一下。那有灯那能读书吗？白天要上读什么书？现在一天就是挖一天地，人都累得要死了。你晓得在4舅舅就做一些农活，没有心情读书了。哪个才有的？我跟那个4舅舅5舅舅到了他们下乡的地方去了。他们那个乡下背的那个背篓，他因为是山高啊，都不能挑啊。山高了以后不能挑，就是什么叫山高不能挑？如果你要那么高的那个坎子，你怎么挑东西上去？你只有个背呀，背呀，它有一个那个什么，它那个底部很小，大概就只有一个面碗那么大的一个，但是上面很大，那么大啊。好。他上山下是那种背篓哈，他那个手上呢，他们都要拿一个那个叫做我们当地话叫做粗棍，就像那个手杖怎么练。好，他一停下来了以后呢，就把那个棍子，它上面是一个梯形的哈，比如说那个一个棍子是一个梯形的，是这个样子。好，他都把那个梯形的东西，他都撑了那个，把顶到把那个背篓他才下来，他不然怎么下嘛？都是这个样子的呀，那一背要背1、2百斤呢，我不是要。对，好，都要背那么多，他下乡很苦，好苦哦，西直苦。那要下去多少年啊4舅下去了8年。8年，他几岁去的？16岁，都是16岁去嘛。16岁下去8年，那不是人都24岁回来？那学习不都荒废了？什么学习？你活下来就不容易了，你还学习？那不是会不会受伤啊？做农活？那肯定的，正常的。他那里他们下去的时候还有狼，还有井，还有狼来拍门，还有个那个什么，在哪个农村啊？怎么这么？在万源。万源在哪儿？万源过了就是汉中了，就进入陕西了。哦。大巴山那个时候是要支援革命老区，晓得吗？大巴山那个时候他们那些地方现在还有时候看得到红军当时的那个标语。也算是老少边穷吧，就算。就是去支援那种贫困山区。就是被边区。那在那边待8年，都没有人把他换回来啊，叫回来。那个以前没有，到了72年才开始，71年、72年才开始有。以前下去了就下去了，58年下去了还有。那那父母去看他吗？他有寒暑假吗？没哪里有寒暑假。那就在那里。以前下去了就是要扎根了。那个时候我们扎根。那个时候我们最早提出来那个上山下乡的时候，
我看是58年吧，就开始第一批知识青年下乡。那个时候毛主席讲的话，那个是毛主席语录讲，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大有作为，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哈，这是第一。第二，当时那个代表人物，你们都不晓得了，叫做董家根、邢燕子，当时都是非常有名的，你看了就晓得了。好，后来叫做到了64年，好像就有60年，就是像是因为那个时候刚刚才从三年那个饥荒出来嘛，但是后来讲的是那个时候口号就是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好，那怎么不押韵呢？是的，反正就是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那个时候又有很多人又下乡了，加上到了69年，那个时候知识青年上城下乡很有必要，来一个动员，这个是毛主席讲的那个毛主席语录哈，那个时候我们也毛主席语录我们都会背吧。那个时候就是基本上是全员下乡了。以前呢，就是要动员你下乡，后来那个就不用动员了，你就全部去吧，去也要去，不去也要去。那城里不是没有年轻人了？城里少啊，留守老人了。好，那个时候少啊，那个时候就下乡嘛，家家都有。你看那个时候，我记得从朝天门接船的时候，都是下川东那时候比较多。接船的时候，我还记得我们那个宿舍里面，家家都带了鸡回，那个时候鸡大概八九毛钱一斤吧。啊。都是卖了公鸡，早上一觉一个月，你不晓得好多个公鸡全部齐开场，哦哟，瞌睡都醒了。我最记得，我跟399还有599，我们那儿现在想来好蠢哈，讲那个鸡啊，它就是要叫啊，要不给它叫，早上把我们瞌睡吵醒了哈，把它眼睛给蒙起来。他不晓得天亮了就不会叫噻，后来就想他了，他是叫鸣，他是叫鸣的，记得吗？你黑了他，黑夜他照样叫。后来又想了哈，这个599又想办法，把他那个嘴巴呀、脖子上面吊在那个脚上面，他不是一叫就要像这样伸脖子，咕咕咕这样好这样把它吊起来，他都伸不了脖子就不叫噻，蠢呐。那个时候也想他还是要叫。就是多得很，家家都有自行车，那个原先家家户户有，后来嘛才要宽松一点，可以可以留一个呀，身边留一个呀，就可以扫下。以前是全员下，都是这个样子了。那留下来干嘛呢？留下来可以进街道工业呀，断办工业呀，就是进公司了，进单位了。小工厂那些做皮鞋，比如说我们在那个白象街那个就断办工业做皮鞋，你看我们在那里做那个皮鞋全套工艺我都会哦，全套工艺也是手艺人哦。说不到那些东西，一看你我这简单工艺就一看都会，一做。那后来那不是又干不了几年又下岗了？大厂都垮了，牧场都垮了，他还有怎么不垮呢？只有垮，没得路走，那怎么办？他说城里要是没人的话，是不是工作就好找了？我们年轻人都下乡了。他以前我们那个这个样子讲，你生产没有发展，哪来有什么岗位需求？就没有岗位需求。那为什么生产不发展？生产怎么发展嘛？生产那个时候，你没有什么，比如说我们要做外贸的一些，你那个时候有撇啥？你现在我们是三条腿走路，现在没有现在经济这么发达，差得远哦，岗位比较差得远，不晓得差好远，后来改开了之后，这就好了。好，但好了吧？现在是经济发展了噻。你看了以前你讲啊，我记得以前牛肉才8毛7一斤，你看现在是什么价？那个时候很穷的时候，都穷嘛，全国都是这样嘛。你这样是讲以前。叫做，比如说你是孤儿，我们有个同学就是孤儿。怎么叫？比如说你是孤儿？没有，那个时候的低保，就是现在讲的低保，那个时候我们叫补助，吃补助，就是8块钱一个月的生活费，那你现在跟低保也上了千的话，那怎么比嘛？你开玩笑。现在低保哪有上千哦？有上千吗？有的提。农村可能是几百块钱。农村几百块钱。那个时候的水2毛钱一吨，电2毛钱一度。好，那个时候一个宿舍几十家人共用一个水表，共用一个电表，每家。那谁家多洗澡，那不是要吵架了？你怎么洗澡哦？洗澡什么？不洗澡，要拿一个脚盆提水提到盆子里面装了，然后你再洗完了，再把盆子里面的水倒到桶里，然后再拎到楼下去倒，这是第一。第二，冷的话是怎么样子呢？后来发达了，那个时候你就出事了。别说了，我没出事。
出事了。 2000年之后再出好生嘛。，有个那个就像一个塑料棚子哈，塑料像帐篷一样，就是一个塑料薄膜，好把它罩起来，你在里面洗好，热气不往外飘，那个就觉得都好得很了，那个好得很了，那都好得很了。那个时候没有公共澡堂吗？有啊，1毛7，我最记得要收费的淋浴有很多国营的。那也是一样，按照你们现在年轻人讲，是国企央企，就是一洗澡堂，1毛7，上面给你放一桶水，它也没有暖气，因为大家洗嘛，热气都腾起来噻，1毛7，它不是自来水的，大尺2毛啊，没有，就是一个桶，一个热水桶，装了一桶水，你就在那里洗，那要排队。那不是很久才洗一次？是啊，我们那重庆这么热，怎么办？夏天嘛，你就在路边嘛，那男的就在路边拎着水，穿着内裤嘛，洗洗嘛就完了。你都要端水的，端上端下，端好多上去，拿好多下来，你都是这个样子。那个像上面有没有排水的地方？有没有排水的地方？也没有接水的地方。你以前嘛，我们以前还有水站噻，就是几条街共用几个水龙头，好，就那个农民你认得哈，他们家就是卖水牌子，你就到他家去买。什么叫水牌子？就卖水的那个，你去买2毛钱的水哈，好就给你10个20个牌子哈，水牌，你就像粮票一样哈，水票你就。不叫那水票是定点供应，那个不用，因为他免得每次都收你1分钱，每次收你1分钱，好，你就集中买，也就是说哈，你就去挑一挑水回家，好多家呀，这几条街共用一个水管呢。那时候没有自来水哈？有自来水，那个就是自来水啊，几条街的人才用一条水。好，他平常都把拿一个那个套桶，像罐头桶一样哈，把那个面罩起来，那个水夹起来。那时候也是粮票，也是粮票。当然是粮票。一个人多少粮啊？那个时候学生好像多一点，学生那个时候要学校打证明嘛，就32块，32斤，居民就26斤半。26斤半是什么？粮票。米还是面还是随便肉啊？你凭那个粮票可以买米，可以买面。好，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是那些豆类叫杂粮，红薯也叫杂粮，红薯好像是1斤买5斤，2分8吧，它折合价的差不多。我记得绿豆就是1毛7一斤，福豆好像是1毛2还是1毛3。他们说你记忆力好好啊。可以。哎，你这样把我妈夸在心坎上面了。我妈觉得她聪明得很。跟你讲，我妈觉得她比我聪明很多。也是，哈，我们就像我们的同学会。前几天那说明你找了一个笨男人。好，我们那个宿舍里面几十家人，我可以挨家挨户的讲出来所有人的名字，包括我们以前上学的，谁坐前谁坐后的，前后后，只有我记得。记得。这些就像那些同学会也好，老邻现在不是有微信的嘛，老邻居也好，老什么街坊也好，去和不去他都在那里摆的。他都在那里，我们注定是他人生当中的记忆，注定是他人生当中的过客。升华了，没有，是真的呀。对呀，他们这些人讲，哎呀，一看都老了，我们50、60年没见了，哎呀，老邻居就这个样子了。那不是很多人还去世了？有啊。你讲谁家的那那讲洪老2死了，徐老大死了，徐老3死了，郑老3死了，哎呀，都嘛的。那个下岗了怎么办？下岗了嘛？你看我们讲了很多呀，都是讲，回去卖糯米团的比较多。我觉得就有几个人都是去卖糯米团。不是，为什么就突然下岗了？单位经营不下去了，没有钱了噻，没办法了噻。不国企那是啥？国企有什么用？都垮了。最记得我跟你讲，唐正文的老婆下了岗了怎么办呢？跟另外一个同事刘艳一起约好去在家里熬了八宝粥，就拎到街上去卖，好又不敢喊，结果最后2个人把1碗都没有卖出去，拿回去2家人分了，1家人吃几天，你看，还是讲没有办法的，两个人熬了1桶八宝粥拿到街上去卖。对，没卖掉，要知道全部不敢喊。有什么不敢喊呢？不敢喊，那个时候那不敢喊，还有脸面噻，觉得丢人嘛。他怕什么丢人嘛？他是觉得本来是
以前我们都是骄傲的国企员工是啊，以前我们都是做批发的，人家那些区县来还来求我们的，也是也说是，在我不要这里不要辱骂顾客的没有营业员那种吗没有，他是营业。你在我这里来开货，要来看我的星星高，我有给你扣一个点，哦，不高兴的话就是那种少扣一个你们以点。前是那种做起来给你开票尊贵。的，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哦那种啊，那种企业迟早要垮的，不垮的话，你看我们以前的那些所以1级、正2级的，全国无一不没有垮。所以说那时候是公务员哈。没有，他官办企业以前就是这个样子。什么叫官办企业？那是国企嘛？是啊，国企有时候经常现在国企是不是要年轻人凭关系才能进呢？他讲我们是央企国企，我想我遇得到你，你跟我讲什么央企国企，其他的我不晓得，我央企国企我还不晓得嘛。我们家哪个不是啊？我都是，不是垮在上海。我们单位解体的时候，那些回去了的，解除关系的，2000多块钱、3000多块钱都买断就完了，就买断他的人生是吧？完了，你就跟我俩从此没有关系了哈。当然一拍两散。那个你讲那个什么。那层299是那王师傅很有面子的，很技术很好，都去帮人家宜宾那不是酒厂多噻，帮那些做那些酒镇子。酒镇是什么东西？酒镇子来发酵那些酒酿那些噻，做酒的就是他还拿那个酒做他的技术好噻，帮人家写喝口水不要，好，帮人家哪个都是大厂。799、899，要讲起来的话，他们的全官名叫做红星无线电厂，一般都是不讲那个名字的，都是讲1号信箱。以前都是讲1号信箱，我们是央企，那就是央企，垮的上好。那所以他们就等于叫解除劳动关系啊，解除劳动关系。但有一笔钱给他们买断工龄，2000多3000块钱，2000多3000块钱能都买断了，不是大概等于个什么生活水平吗？2000多3000多，等于现在多少钱吧？我不跟你讲，就相当于我们那个时候的工资，大概1年的工资吧，大概。就发了1年工资，大概是这个样子吧，就是这个样子。你有什么好？1年的工资只有那个时候，就299他们厂的话，以前的那个厂非常非常很牛。一说我们是799的，好899的，好得了，好这就拿掉了。你们不晓得，就是四川有个张锡亭、刘杰亭，那个时候他们打王茂去打泸州，攻打泸州的时候，那个时候搞武斗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是怎么样子的？是武装部开了门了，发枪。他们那些青壮的人，每个人去枪去打泸州，把泸州打下来了，攻打泸州。为什么？不是他们说重庆武斗很厉害，重庆武斗当然厉害哟，大舅舅他们船的登陆艇都打沉了，打到铜锣峡。为什么厉害啊？因为重庆的兵工厂多，武器多。那他们为什么要互相斗啊？都觉得要保卫毛主席，一个要砸烂封之修哈，封之修是什么东西？封建主义、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封之修。就像刘邓涛一样，你问刘邓涛是谁？我不问。好，你没讲他那个讲，我们要把那个埋藏到我们革命队伍里面的那些走资派要挖出来。那修正主义挖出来，一边是要打倒当权派，封之修，还有一边是要打倒当权派，一个要保当权派，就是这个样子。那个时候全国不是都打倒了以后都成立革委会噻，那个时候专门发行了邮票，就是全祖国山河一片红，全国30个省市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而且这个里面我觉得最恼火，跟你们讲一下，你们现在的小孩子不晓得，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小学哈都是什么呢？都只有一个工友。那个时候那个水呀，他都每天烧好水啊，都用那个木桶啊挑起来，挑到一个茶桶里面去哈。上下课的铃子呢，是他用那个手摇，那是学校的一个工人，好，帮你挑水的啊，挑水嘛，就是烧开水嘛，挑到那个桶里让我们吃嘛。还有上下课的铃声就靠他摇铃铛哈。好，正是这种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要搞3节合。什么3节合？就是我们的领导班子里面呀，我们校级领导一定要有一个工人阶级，所以我们那个小时候的胡亮亮也好，邓亮亮也好，全部都进了革委会，就进了领导阶层，当了校领导。就是那个挑水的就当校领导了，因为需要一个工人阶级。对头，3节合吧，个个都是。那原来的领导呢？
原来那都罢免了噻，你就去打扫清洁了噻。那工人也管，那挑水的也管不好学校呀。他其实他也晓得他管不好，就像我们那个郑云平里面的，他爸就是我们母亲公司三结合进去的，人家现在还喊他郑委员。郑委员，他就是工人，好结合三结合，把你结合到我们班子里面。三结合是哪3个？工人嘛，啊，还有呢？还有农民？没有农民，那农村就有农民噻。哦，还有那个啥，你还有有军代表噻。你不讲了，都有工宣队噻，每个学校都有工人阶级宣传队，是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你们学校噻，要叫工宣队噻，都有这种噻。都有工宣队噻，有军代表那些都是就三结合进去就合适啊。这所以哪个学校，我觉得我们小时候的付亮亮也好，邓亮亮也好，他们是干啥吧？就是工友，叫工友，以前叫工友，工友就是工人嘛，工人就是工友嘛。就是挑开水的，后勤的。那个以前那些学校不像现在那么，哎呀，现在那么得了，都是一个人要摇铃，他也摇铃啊，上下课铃声他也摇，在站到那个操场里面摇，挑水，挑烧开水，还有打扫清洁。只有一个工人，那以后那三结合嘛，工人阶级要进入领导班子嘛，肯定就只有他噻，都进了革委会。好。不然人家讲的是以前是讲的什么？贫下中农上讲台，农村也是贫下中农上讲台，上去了又下来，就像我们打麻将说的一样，放炮下。什么叫放炮下？不是为什么？比如说有4个人打麻将，有5个人的话，那怎么阶梯呢？就放炮下，你放炮了，你下来，我下去。那就是放炮下，人家讲的贫下中农上讲台，上去了又下来，好。钱嘛都是这样，我开录了嘛，然后你好，开录，对，你慢慢玩。我再说句那个说点广告词。什么广告词？说我们谢谢大家支持许律师。我妈妈要早点休息了，她晚了睡不着。好，哎呀，谢谢大家。我妈点炮了要下。点炮了，谢谢大家支持许律师，一直支持我们喜瑞希。喜瑞斯，怎么你连不好广告词？真诚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陪伴啊！真谢，谢谢王总，谢谢王总，王总好好休息。我不知谢希望大家都好，好，大家吉祥大家好好的就比啥都好了好的，谢谢王总，慢走，好，拜拜。哎呀，谢谢王总。王总讲的，他小时候的事情，哎呀，我感觉你们都比我清楚，我真的是没听过。哎，我也去下洗手间。我妈唱歌不行，我妈唱歌还是要多向我学习。我姐姐还没有回来，我不知道我姐姐她那个嘛。等一下，我去一下洗手间，顺便倒点水。她一直在讲，结果我一直在喝水，还是我比较注意保护嗓子。我真的不知道以前，我完全对这些不感兴趣。